我的个性跟现在的一种生活状态有太多 role， 是妈妈，又是女儿，又是姐姐。我在走进去排练的时候，我可以稍微放下这些身份，我好像变得能够纯粹一点。我是梁小端 Melissa， 我是一位剧场的工作者。我大学读的专业本科是体育系。当时我考大学的那个暑假，想找点活动去干，然后呢就有一个剧团，叫新玉剧团。当时他们就开了一个工作坊，去学功夫，去品茶，去钓鱼，去爬山。然后我就想这么好玩啊，好像就是活动一样。那我就去参加了，然后参加就开始接触戏剧这件事情。他们做的剧场又很不一样，就不只是在剧院里面会跑出去，除了讲话演一个剧本，可能去打鼓啊，踩一个 rollerblade， 在球场里面演啊，这样。从一种只是我想 explore， 我不想在一个 indoor 的环境学习，然后就一步一步这样子就踩进去这里。最 solid 嘅前面，我想要当一个专业的演员，我还是得需要一个有系统的训练。然后呢，就碰巧呢，就是新加坡的表演艺术学院来做 audition。学校的这个训练系统，它是以身体为主。就跟我一直的那个发展很有关。到了这个我就觉得哇好好哦，因为他的课程一来的时候就说我们学太极，我们学4个不同的传统的一个经典的表演形式，京剧、能剧、印度、印尼的2种不同的宫廷舞或者舞剧。然后我就觉得他不只是学话剧，他其实还在学一个身体。那我就觉得好玩，好，我要去。我们所有的学生是来自于很多不同的国家，有波兰的、印度的、菲律宾的。那我们之间那种文化的冲突，排练的时候的吵架，这些等等，是我觉得开拓的是不只是一个 skill， 我觉得是那个训练系统本身，它也给我一个很强的一个说不出来的。我学能剧，它是一种很慢，它的脚要半个脚掌跟半个脚掌的走，那个呼吸，那个沉稳。学京剧呢，那个亮相，那个劲，这些东西就自然好像在我身体了。其实我自己是在广西出生，然后6岁的时候来到香港，然后又到新加坡学这个表演。然后在新加坡的生活也是它也是多元文化种族的一个国家嘛，所以就我觉得整个过程给我开拓了很大，因为有了这些不同文化的一个身体经验，它能够让我更多的开了很多个 wire 跟 channel。學到嘅概念可以幫我哋記憶。15到18年之间我不在香港，但是呢我就开始知道香港有一个叫 dramaturg 的这个 practice， 所以当时觉得 dramaturg 它好像可以提供一个我去探索的一个 tools 吧。然后我就想 maybe this is my way 然后我就进修了这个 MFA dramaturgy 的一个 course。它其实是有参与在一个创作的整个发展过程里面，然后它是陪伴着整个团队一起去讨论。这个陪伴的过程其实很有趣，是因为有些时候不只是我在排练场说我今天这个动作要怎么做，反而是经过了排练场一整天下来，那个气氛氛圍拿到的素材，然后坐下来就跟編導啊、designer 啊坐在一起去討論，咁就同佢哋夾翻。夾翻，可能佢哋有啲人。張琪佳老師有一次訪問，他有一個定義，我覺得挺好的。他說，對他來講，當代舞其實是分享給觀眾看我們在思考什麼。這2年吧，1-2年的一個探索裡面，我覺得有一個所謂的大一點的課題命題給自己，就是共情共感。你看一個 drama 你哭都是因為你共情嘛，把這個共情能不能夠再 expand 多一點帶到生活上，我們對周遭不管是別人世界發生的事情，我的共感能不能夠再深刻一點，也許那個是人還能夠存在的意義吧